半岛冲突激化，全球第36名要打全球第5名。最近这2周，韩国与朝鲜成为新的国际热点，双方已经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火力射击。朝鲜更是传出超过140万青年报名参军的消息，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就常规军事实力而言，韩朝实力并不对等，韩国全球第5名，朝鲜全球第36名。不过即使战地极为悬殊，依旧有消息称战争来临第一天，朝鲜的火炮就能将首尔打回20世纪80年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旦韩朝爆发冲突，谁会更胜一筹？近几个月以来，朝鲜与韩国持续开展宣传战。韩国利用大型气球向朝鲜投放反朝传单，作为回应，朝鲜向韩国投放垃圾气球。进入10月份，矛盾就越来越大。无人机事件发生后，朝鲜在10月9日宣布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铁路与公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之后更是下达作战预备指示，命令边境的炮兵联合部队和担负重要火力打击任务的部队进入完全射击准备状态。目前，韩朝双方都宣称已经授权韩朝分界线两侧部队拥有开火权。10月15日，韩国称朝鲜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北炸毁接连韩朝的京义线、东海线部分的区间道路。作为回应，韩国在韩朝军事分界线以南进行射击。朝鲜这边更是传出超过140万青年报名参军。只是就实力而言，韩朝双方的差距有一点大。在2024年全球火力排行榜中，韩国排在第5位，仅落后于美俄中印，强于英日土巴意法，而朝鲜排在第36位，上一位是缅甸，后面是孟加拉国。按照全球火力排行榜的评价，从空军、陆军、海军、后勤、人力、经济、国家资源等方面来看，朝鲜仅在陆军力量上胜过韩国，其他各项均处于劣势。一个全球第5，一个全球第36，谁胜谁负一目了然。只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官员贝奇托尔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表示，如果韩国与朝鲜爆发冲突，仅仅是朝鲜的火炮就能把韩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首尔打回20世纪80年代。事实真是如此吗？可以确定的是，一旦韩朝爆发冲突，首尔的确很危险。首尔城郊距离韩朝分界线仅40公里，市中心到韩朝分界线也仅60公里，处于朝鲜火炮的打击范围。而首尔汇集了韩国25%的人口、21%的 GDP 以及90%的大企业。另一边，朝鲜在韩朝分界线附近布置了1100门远程火炮，其中340门专门用来对首尔进行火力打击。朝鲜曾经做过推测，在这340门火炮里，有200门240毫米的火箭炮，以及140门170毫米火炮。其中170毫米火炮就是鼓山大炮，使用火箭增程弹后，射程可达50公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朝鲜曾卖给伊朗一批鼓山大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伊朗在弹道导弹方面的劣势。240毫米的火箭炮则是 M2012、M1985 与 M1991。M1012 是属于朝鲜新一代火箭炮，射程破100公里。M1985 式与 M1991 式火箭炮的射程也可以打击首尔。按照韩国的推测，在几分钟之内，首尔就会遭到1000枚240毫米火箭弹袭击，造成1.5万人死亡、3.5万人受伤，几百栋建筑物被摧毁。如果火炮齐射，1个小时内就能向首尔倾泻1.6万发火箭弹和炮弹，加上中远程导弹，可以对首尔造成很大的破坏。不过实际情况下，朝鲜的火炮攻势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韩国不会任由朝鲜开炮。天宫系列、爱国者以及 F-35可不是摆设。韩国的防空体系相当完善，其近程防空系统为天宫系列，中程为爱国者系统，远程则为萨德，三者一同构成韩国的多重导弹防御体系。同时，韩国的 LSAM 远程防空系统已经初步具备作战能力。作为韩国自研的远程拦截系统，其作战性能优于爱国者3与天宫系列。首尔处于朝鲜火炮的打击范围，韩国自然也知道，于是大部分的天宫与爱国者系统都部署在首尔与军事基地附近。根据统计，在韩国51个空军基地中，有45个至少部署了上述异型防空系统，没有部署的6个基地则位于韩国最南端，不需要担心朝鲜的打击。此外，韩国还部署了3艘世宗大王级用于执行防空任务。无论是朝鲜的240毫米口径火箭弹，或者类似火星11的导弹，韩国的防空系统都可以对其进行拦截。进行防御的同时，韩国的 K9 也会迅速展开反击。朝鲜的火炮的确强，但韩国的也不差。K9 是亚洲第一种52倍镜的155毫米自行火炮，性能都很不错。
底盘、发动机、传动装置等关键部件来自多个国家的先进技术，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相当强，可以实现快速射击和灵活机动。在信息化的战场，朝鲜的火炮完全弱于 K9，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乌俄战争。朝鲜类似俄罗斯的大炮主义，而韩国则是加强版的乌克兰，火炮数量与朝鲜相差无几，精确打击能力却比朝鲜强得多，结果自然一目了然。至于地面突击部队，火力军只能说朝鲜的坦克的确很多，但没什么用。朝鲜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苏联制造，比如 T55、PT76、T62， 分别是苏联1947年、1952年、1961年列装，这些老古董的战斗能力堪忧。即使是朝鲜后来自研的坦克，也无非是把这些老古董拿出来修改。比如先军坦克大概综合了 T72、T80 乃至 T90 的技术开发而成，主力型号天马坦克则是在 T62 的基础上开发的。电子设备上不去，这些产品再怎么改也落后于时代。另一边，韩国陆军的 K2 2014年才进入现役，目前已经进军国际市场，信息化程度更好。如果朝鲜陆军越过韩朝分界线，对战韩国陆军时，就会发现 K2 坦克的直射射程普遍超出朝鲜坦克几百米，并且可以从任意角度击穿朝鲜坦克的装甲。加上韩国空军的打击，朝鲜的地面攻势很快就会被终结。现代战争最为重要的就是制空权，谁能掌握制空权，就能获得战场主动权。在这方面，韩国处于绝对的优势。具体可以参考美国打击伊拉克时的海湾战争，纯欺负小朋友。这也没办法，朝鲜空军的整体实力已经止步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后，不再向朝鲜援助战机，同时失去苏联的经济援助，朝鲜经济迅速下滑，也无力从外界购买战机。加上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使得朝鲜空军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实力毫无进展，甚至还有所缩减。从规模上来看，朝鲜空军的实力还不错，11万人加上900多架飞机，下辖6个航空师团，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作战能力相当薄弱。主力战机全是20世纪的老古董，如果韩朝爆发冲突，韩国可以在1天之内完全获取制空权。朝鲜空军的主力机型主要是米格29，包括 B、UB、S 等型号，主要执行平壤的防空任务。这些米格29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由苏联提供，至今已经装备30多年，老化严重。并且这些米格29属于早期型号，雷达探测距离仅为50公里，只能发射 P-27与 R-73半主动空空导弹，与后续的米格 29M、米格 29K 相比差距较大。除了米格29之外，朝鲜还装备有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米格23ML 以及苏25攻击机。这些战机的装备时间更长，大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获得，至今装备超过50年，战力相当薄弱。战斗力弱就算了，朝鲜也无法发挥这些战机的全部性能。苏联的战机严重依赖地面指挥系统，而朝鲜不具备这些能力。此外，这些战机能否可以正常执行任务也是一个问题，毕竟战机需要维护保养，士兵也需要进行训练。1996年，朝鲜空军上尉李哲秀驾驶战机叛逃至韩国，韩国发现其驾驶的米格19状态极差，性能将比其原来就落后的指标更低。按照李哲秀的说法，自1986年加入朝鲜空军到叛逃的10年时间里，每年只飞35小时，而彼时的欧美飞行员每年的飞行时间能达到200到300小时，训练严重不足，导致朝鲜空军的作战能力更差。相比之下，韩国空军装备各型作战飞机1500多架，主力机型为 F-35K、F-15E、F-16CD 以及40架 F-35A。其自研的 KF-21 也已经进入量产，加上预警机、侦察机与空中加油机，与朝鲜空军争夺制空权，那就是小菜一碟。之后就可以对朝鲜的雷达、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清除。面对韩国的空中打击，朝鲜也没有很好的应对办法，防空系统太过落后，仍停留在苏联时代。目前朝鲜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依然是 S-200， 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朝鲜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升级。再往下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萨姆系列，拦截效率低得可怜，落后的高炮与高射机枪在作战时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防空导弹一旦落后，战力基本为零。这次韩朝之间爆发冲突，原因就是韩国无人机飞到了平壤丢传单。之前韩国对朝鲜的渗透大部分在韩朝边境地区，飞到平壤狠狠刺激了朝鲜。这次带的传单，那下次会不会携带导弹或者炸弹呢？更让朝鲜难受的是 S-200 萨姆系列不具备拦截无人机的能力，即使最近朝鲜与俄罗斯军事交流频繁，朝鲜引进 S-300、S-400 也无济于事。当然，韩国的空军实力更强，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松赢得战争。朝鲜考虑到常规打击力量无法与韩国相比，于是将全部的军用机场、军事基地地下化，
飞机和军队平时都躲在地下，如此一来，韩国空军很难在短时间内清除朝鲜军队，拖上一段时间，经济成本也很大。至于朝鲜海军，战力更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与韩国作战的能力。朝鲜的主力舰艇就是2艘1500吨级的多金级护卫舰，3艘南浦级护卫舰和1艘苏湖级护卫舰。即使是最年轻的苏湖级，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而且还听说有3艘大中型舰艇都长期停在军港，据说因为没钱维修而失去航行和作战能力。至于那些600吨的沙里院级护卫舰，以及排水量300吨以下的导弹快艇，用的还是 SSN-2 明和反舰导弹。作为一种年龄超过50岁的导弹，在现代战场的命中率几乎为0。而且这些小型炮艇只能用于海上警察行动与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并不能应用于大规模海上战争。韩国这边驱逐舰包括广开土大王级、中武宫李舜臣级以及始宗大王级，护卫舰包括大邱级、仁川级、蔚山级等。别的不说，单单一艘排水量 1.1 万吨的始宗大王级就够朝鲜喝一壶了。以美国的伯克级为基础改型，配备宙斯盾系统，拥有128个导弹发射装置，之前号称亚洲最大的导弹驱逐舰。韩朝双方的海上作战实力完全不对等。也正是因为常规打击能力较弱，空军与海军都无法与韩国对抗，朝鲜将重点放在威慑上，除了大力发展火炮，还加强远程导弹的研发。目前已经研发大浦洞、劳动、无水端以及火星系列等导弹。对于这些武器，朝鲜很少对外公布详细参数。不过即使这些导弹无法实现精确打击，但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全境。在饱和打击的情况下，韩国的防空系统也无法全部拦截，会有一定的损失。此外，朝鲜也可能会进行特种行动。一直以来，朝鲜都保有一支精锐突击力量，工资多，住房好，伙食优，装备也是优先配给，这样的部队大约占朝鲜军队的 15%， 类似美军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或者特种侦察部队，主要用于敌后侦察、突袭和破坏活动。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这些部队或许就会秘密潜入韩国，开展敌后游击战。朝鲜特种兵最有名的战果就是1968年的青瓦台奇袭。而且在2013年7月27日，朝鲜的平壤举行阅兵式时，其中一个方队的朝鲜士兵随身携带核背包，背包上印有代表辐射的图案，有可能是脏弹。不过朝鲜使用核武的话，那么双方大概率一起完蛋。归根结底，朝鲜实力弱的原因就是太穷。根据全球火力网站的数据，韩国2024年的国防预算为447亿美元，而朝鲜的国防预算为35亿美元，仅为韩国的 7.8%。这就导致朝鲜军队没有能力去更换那些陈旧的装备。而现代战场强调电子战和信息化水平，朝鲜那些1970年代的武器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没钱也会影响朝鲜军队的训练。在武器性能、作战能力都不如韩国的情况下，朝鲜只能研究威慑，大力发展火炮、导弹这些远程火力，并且军事资源集中在山脉地区，以抵御韩国的进攻。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论常规战力，除了第一波的火炮洗地之外，朝鲜没有大规模进攻韩国的能力。而地下军事基地的存在，使得韩国无法迅速清除朝鲜战力，拖上一段时间之后，经济成本太高，这也是朝韩双方僵持不下的原因。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韩朝之间会爆发冲突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